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在喧嚣世界里做一盏静默的灯，在光影交错的娱乐圈，有人燃烧自己照亮舞台，有人追逐声浪制造狂欢，而邓为却像一株悄然生长的植物，用根系深处最温柔的震颤，让无数人听见了寂静中的惊雷。他总被贴上清冷的标签，但细看《长相思》里涂山璟的眼神，那不是冰山，是春日初融的溪流。被兄长虐打后蜷缩在柴房，摄像机捕捉到他脖颈处青筋的颤抖。第一秒是生理性抽搐，第二秒转为尊严碎裂的羞愤，第三秒凝成月光般的悲悯。没有一句台词，却让观众听见了骨骼里渗出的呜咽。拍摄花絮里，他反复调整袖口褶皱的弧度，青丘公子即便落魄，衣料垂坠的肌理也该像流云。这种近乎偏执的细节掌控，不是炫技，是给角色的情书。最动人的表演往往在台词之外。小腰指尖触到他掌心时，他的瞳孔会先于嘴角微笑 0.3 秒。听到叶17已死的瞬间，喉结滚动5次才咽下那声叹息。这些被显微镜追捕的微表情，构成了独属于他的留白美学，如同水墨画中的飞白，留给人间自行填补的想象。某次深夜直播，有观众问如何演绎破碎感，他沉吟片刻，不是演伤口，是演愈合时的痒。这句话泄露了他表演的密钥，比起撕心裂肺的痛，他更愿展现结痂时的隐忍。在这个推崇有效营业的时代，他像个固执的手工匠人。综艺里被要求比心，他认真调整3根手指的曲度，仿佛在雕琢玉器。粉丝接机时慌乱藏起写到一半的剧本，纸页边角还沾着中药包。有站姐连续3年拍到他进出表演教室的背影，羽绒服墨白的毛领在镜头里逐年加深。某次剧组庆功宴，导演微醺时感慨，现在愿意为一句台词研磨2周的年轻人，比翡翠还稀缺。全场哄笑中，唯有邓为低头擦拭眼镜片，睫毛在眼下投出小小的阴影，那是专注者独有的勋章。爆红后的首次采访，记者抛出套路问题，如果用一种花形容自己，他沉默良久，可能是苔藓吧。众人错愕间，他轻声解释，不需要开花，只要能在角色需要的土地上默默铺成一片湿润的底色。那一刻，喧嚣的采访间忽然有了深山古寺的寂静。这或许就是邓为最动人的力量。当所有人都在争夺春天，他坦然做一片被阴处的青苔，不争夺阳光，不贩卖人设，只是用数百个日夜的匍匐生长，等来了属于他的雨季。那些说他不够有野心的人不曾懂得，在涂山璟垂下眼睫的 0.01 秒里，在萧林抚过渐碎的指腹间，在每一个被观众快进键错过的沉默间隙，早已藏着一整个宇宙的轰鸣。